哦，哎呦，哦纯叶老师平地起高楼了，哦，他热场，放手一搏了。了。很诧异，王玉选择了热场环节，就是在舞台上去热场。那他是要挑战自己。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并不适合做热场这件事儿，因为热场，比如说5到10分钟的热场，你真的全用话去给他填，那得靠情绪顶着。那得靠情绪顶着。而且不能是一般的情绪，那种场子必须得专业的主持人。如果王玉全程都是靠语言，那真的就很难让这个场子热起来，会冷下去。也许他想挑战一下自己。其实热场我们脱口秀经常热场，非常非常难。当然了，热场超难。因为首先来说，那个环境本身有时候就很恶劣，所以大家的心情就很差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，所以说大家又急切的需要你尽快开始，而且现场人又过多，对它不是一个演播室对综艺的那种配置。但是这个环节，如果王玉表现得好，是真的有可能拿到50的，所以他可能就这么想，他对放手一搏了要放手一搏了。对。成长应该是探房主吧？探访，这个适合他，朗子。你想这种3是谁3号是。3男孩1、2、3。男生1、2、3，男生1、2、3，子泰应该也探访吧？你怎么又懵了？他又开始想那个对决策略了。你们既要选择自己擅长的，还要选择你的竞争对手。姿态有点失神了。他会选新闻，你觉得他会选新闻吗？就是2个男生都已经在争 park。老师是哪个要拍片子来着？ 2组都要拍，这2个都要拍。对。子泰现在分也不高，其实3个男生差不多。对，这是机会，这是最大的机会。这好难选啊，老师，好难啊。那要做选择啊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子泰你就别难了，子泰你肯定选音乐节啊，子泰。如此犹豫。他每次写的名儿都长得不一样。哦，这为什么呀？想回上海了。他选的是演播室主持，想回上海了。子泰犹豫了半天，选了新闻的演播室组。我能明白，因为子泰心里还是有个结的，就是他是觉得他其实之前表现的还是不错的，而且我也给了他鼓励，他觉得自己也还是可以的啊，所以某种程度就是你心里那个结儿，你得在那关再过一下。再试一试。我想他经历前一段时间的就各种各样的访谈，哪怕是帮助团队一起做功课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啊。可能他觉得，哎，我憋口气，在这再试一下。哦，在哪儿摔倒，在哪儿爬起来。哦。玉林，你有主持人证是吧？有的。玉林很果断，毫不犹豫的选了，他的确合适，这就是他的舞台。是谁还有主持人证呢？哦。诗文肯定选新闻吧，我觉得。思文应该会选那个新闻吧，播报。对。啊？去哪儿？很震惊，老师很震惊。白老师。
是文选了，是正牌的。我以为他会选新闻，我以为。是探访，这是怎么了？那是我唯一能选的，我感觉。那我现在只能选直播连线了。最后一场大家不应该展示自己的优势吗？为什么都要去挑战？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讲，他尝试一下我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他上一轮结束已经90分了，就某种程度上他已经稳了，所以他可能尝试一下，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。他要呈现多面的自己，因为他反正那分已经90了嘛，是吗？他不可能0分啊，很难0分。对啊，对。6，谁是6？来，0位，直播连线，这个确实很让人纠结，太纠结了。为人性癖单家具。哦，演播室主持。林薇去了演播室，他没选报道，他选了演播室啊。实事求是讲，这组搭演播室，当时我看到我是有一点担心的，就是因为如果子泰的状态不起来，在演播室里穿150分钟，是有点难的。而林薇前2次的访谈呢，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，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的，所以就我这个是有一点点担心的。这个组合完全想不到啊！这儿啊，就剩我俩啦，没得选，就是好像没有选择的意思，就好像没有选择权一样。去吧，填那也把自己名字填上吧。这2个岗位其实是内容一样的。目前排名最高的就是你俩吧？应该是吧？最高第1、第2名的，雨佳和庞真。他们俩去现场报道，他们俩没什么压力呀，2人都进了。对，稳稳的。他和雨佳是并列的，然后最后2个最后选，也正常。我觉着接下来拿分看起来，诗文和韵林现在90分问题不大，各拿10分问题不大。应该不大。林蔚是70分，再拿30分就可以。但是这个如果林蔚拿到了30分，就意味着子泰肯定完蛋。因为他俩是同时的。那如果说团队的10分我们拿到了，那林蔚还要再拿20分。林蔚拿20分，就意味着子泰拿20分。子泰再加上团队的10分，也是90分，不够的。他们俩是此消彼长。子泰要拿40分才行，好难啊！对，朗子是和诗文一组，诗文如果拿10分，朗子就是30分，90分，还差10分，除非拿团队的分再10分。王玉我觉得是最难的，王玉是55分，现在要拿就要拿45分。那也有可能出现3个男孩都没有获得对这个100分。实际是这个很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状态。哎呀，很有可能。任何一个工作都是很有挑战的，做好了都能发光。是的，即使不是你的第一选择，很可能就是最好的安排。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全力以赴。哇，这个还挺刺激的，非常刺激的。哇，到底是努力大于选择，还是选择大于努力呢？哇，直接倾倒了，哇，好大呀！到了吗？这是音乐节，音乐节都在机场里啊，现在。我之前草莓音乐节感觉舞台没有这么大，在机场里吗？反正就是劲儿大。音乐节太开心了。对，音乐节好玩，拿不拿分不重要了，就是这个嗨。玉哥，你到时候应该就是在这个舞台。
对，咱俩都在这儿，应该还好。青岛的温度不算高，哇，很舒服啊，这个气候就有点晒而已。我说在这种高温环境下，其实直播脑子容易宕机，真的。进吧。这咋做啊？这是不是要留给他们导演组的人？你们先坐那儿。Hello， 玉林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Hello。OK。哎，请坐，这边坐。你们先跟老师们、导演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那个对明天后天那个跟玉林一块主持的小新，也是我们这个 Open Day 这个系列活动的这个主持人。对。然后其他的同学，玉林我知道。我是玉林，然后这次跟杨老师搭档。老师您好，我是诗文，这次负责的是市集部分和采访的部分。哦，诗文。Hello， 我叫朗子，我这次也是负责直播和后台采访的部分。朗子，对，我叫冯成朗。冯成朗，我们都管他叫朗子。OK。朗子，他好可爱。我叫王玉，然后我负责是 Open Day 采访前后的热场活动。OK。然后我跟冯林是辅助他们4个人工作的。再见了。好，那就是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腾讯视频张 Park Open Day 舞台啊。然后先简单介绍一下，我们一共分为16号、17号，然后2天。我们 Open Day 舞台一共有13组的互动艺人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对一下我们舞台是怎么样的环节。好。你们2个因为是舞台这边的，所以我们等先对完之后，你们有问题统一问。然后主要是看你俩可以先去熟悉一下现场的环境。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可以，先去看一下。我先大概说一下我们每一个嘉宾上场互动的流程，大概都是：首先他会有一个出场仪式，然后呢是我们的舞台后方呢会有一个大巴车，然后呢是所有的艺人都是乘坐大巴车来走到我们的舞台定点，在这个定点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对嘉宾进行我们简单的访谈了。首先都是简单聊几句，聊几句以后呢，就进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互动环节。互动环节我们通常都是以游戏来带话题，这样做设计的。一个互动环节结束了以后，我们要给所有来到现场的嘉宾送出我们的账卡。对，这个每个艺人都没问题的，都可以拿。这一看就是做音乐节比较有经验的人会问的问题。对。现场如果他就是比如说不接，如果不接那就没关系，如果不接就没关系啊。对，我们就顺其自然啊。然后就是我们的嘉宾给现场观众送福利的环节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通过一个现场镜头的捕捉。但这个夜光也太多了，这个万一框住了一对不想出镜的。送出福利以后，就是我们的结束词了，然后就是严老师再做一个下一个舞台的预告。可以啊，我们就直播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个啊。老师，像这个组，包括可能等一下那个景月如歌那个组，像他们演员比较多，上来就是站位，然后谁先开口，这个有讲究吗？叶琳专业预判了一下。站位其实我们就不用管，他们上来怎么站我们就怎么站。其实他们4个还好吧，怎么站都行。对，他们真的就还好，综艺人真的还好。什么意思？太不真实。景月就是让那个周野和陈磊站中间就行。好的。周野，有你的周野，我知道，我看到有周野了。那你觉得在这个剧组应该怎么站位会比较好呢？周野老师站在我旁边。所有的游戏都是跟艺人已经预知过的。对，就是所有的艺人都看过了所有的话题以及游戏环节，都是他们通过的。就是他们如果说要玩，都是可以配合的。对，肯定会配合的。老师，这里有没有什么艺人的一些点是需要我们避一下的？这个里面没有，没有。但是这个有一个点是说，男主他的胳膊受伤了，所以他当天会带着石膏。2位嘉宾他们是上场自己会带着麦上来吗？还是说需要我们主持人给？无道具出场的都是自带麦，有道具出场的我们就需要递麦。好问题。这个怎么给他们看视频呢？平板，我会上平板电脑。对。但是到点了，会有人拿上来，还是我需要在这一轮全程拿着这个平板？我会到点递。好的。到时候我就会跟你说。那弄完他会再拿走。对。好。你看，这都是现场要关心的事，对。那现在就是定好的，就基本上我负责，反正就这3块，就不会对，第一天的是这3个舞台，第2天还会有是吧？
对，第2天又是3个舞台。之所以说把你也选择在这3个舞台，首先这3个舞台其实是人比较多，相对体量比较大的。明白。哦，2位了。好的。哇，好强！哇，6个大 IP 互动舞台。其实昨天晚上我没睡，我把运营的所有的本子看了一遍，挺难的。我现在觉得他的工作量难度是比王玉要大的。我基本上2年品质盛典红毯做下来，顺序全是乱的，顺序错，心态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其实就是要提前把那些信息都了解到，就算手卡没有翻到的话，就是也能一下子问几个问题，然后缓一缓再去翻手卡。对，都是随机，有的时候会改。对。他们没有提词是不是？没有，一点没有，全手卡，要命了。我觉得运营他那个稿子上还有个蛮难的点，就是现场给他们设计了很多剧组的游戏，里面有些其实还尺度挺大的。有 Q 男女主现场还原吻戏，这种事情就是其实很难把握，特别是玉宁还是一个新人，就这个度很难拿捏。他说出来这个话，万一人家嘉宾不接，把自己架在那。现在剧宣老搞这个，我没有遇到过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跟剧组他们提前沟通，这肯定要沟通，对，这肯定要跟艺人本人沟通。子琪遇到过吗？你去剧宣的时候，让你现场还原吻戏这种。没有，如果有这种要求的话，你会什么感觉？作为演员，大家都会有台本的呀，你就先提出来了，可以删的呀，可以会删，提前沟通掉。给这个男主贴便利贴是我们贴还是咱们工作人员上来贴？你们2个可以给他挑一个刁钻的位置，后背或喉结。他们现在说的那好像是当中一个短剧，他们的剧宣，它上面给出的一些信息点，身体位置还挺敏感，尺度真的挺大。我看里面有几个剧组，他们最近在密集剧宣，剧当中的名场面都已经复刻过好几次了，人家嘉宾不一定会有新意，天气又那么热，然后可能之前又已经没有新鲜感，所以我觉得运营可以再往前一步，看看能挖出点什么新的东西。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挑战挺大的，因为他们其实好几天没好好睡了。但我觉得他起码还有个稿子，他还有个搭档。对，他真的就是靠自己。是的。王玉也很难。你的那个导演马上过来了。玉哥导演还没来呢，玉哥。